稻米呢是一种复杂的粮食，它代表了世界1半人口的温饱，但是它对环境呢也有负面的影响。民以食为天，食以米为先。 For me, the rice is blessing. 米除了是一种食物，也是一种文化和传统。民富国强，丰衣足食。 所以呢，说到做到，我们就来今天谈一谈这个道。坐落在乌罗北的玉能小学，书声朗朗，莘莘学子正努力地学习着各种学问。4楼的小露台栽种了一小片稻米，一群5年级的学生为稻米浇水、施肥，细心照料。一片绿油油的稻草谷，一群朝气蓬勃的学生，勾勒出美丽的景色。 There are a lot of steps to grow rice. Every few days, you need to basically work on them. You need to put compost, you need to water them, you need to spray neem oil. 大家都弯腰种米，我们都腰酸背痛，手沾满了泥巴。我在种稻穗时，我就不由得想到了一句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个种稻的过程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他们觉得白饭嘛，通常就是已经煮好的，而且是父母已经捧在他们的面前，已经可以吃的，从来没有想到说种稻的是辛苦。 I want you to each of you take plug the tip. 陈建元是这次种稻活动的指导老师，他从事水稻事业已经15年了，通过科技协助农民提高稻米生产量。水稻事业让他了解稻米得来不易，也引发了他对食物浪费的关注。他希望通过教育灌输学生不要浪费食物的美德。 在新加坡，大概30%的食物都是浪费掉的。稻米是被浪费的最严重的一种粮食之一。比如说，我们一盘饭，有鱼、有肉、有菜、有饭，小孩说吃不完了，很正常的，我们就会跟他讲说，没关系，你把其他东西吃掉，那个饭摆一边。因为我们对于米饭的认知，我们把它锁定于它的经济价值，因为我们付出的很少，所以我们认为它没有价值。因为这碗饭。 最多就是5毛钱到1块钱的价值，我浪费了，就是把这5毛钱跟1块钱丢掉。所以在学校，我们主要让学生经历整个种植的过程，希望透过这样的经历，让他们了解说，其实你浪费的不单单是那5毛1块，你浪费的是在非常非常远的地方的农民这几个月的心血。对，所以我们就希望以这种方式去教育他们，跟他们讲说，种米很辛苦啦。 农民很穷苦，生活很困苦。这个呢，老实讲，没什么大的回响，因为没经历过，没有办法体会。我以前只想到父母从超级市场买米，饭桌上就有饭吃了。但我现在知道饭怎么来到我们的饭桌上。We cannot take for granted the food that we have on our plates. Because the farmers that grow our rice have to work very hard in order to grow them. 今天在回到家，一个家庭在吃饭，如果说是有一个7、8岁小孩启动说，哎，大家我们把饭吃完很辛苦，我觉得这个影响力很大。陈建元导师的父亲陈龙成是水稻专家，目前在缅甸工作。
他常年在不同水稻种植国奔走，进行水稻研究和学术交流，跟家人聚少离多，与儿子陈建元的关系变得疏远。我在08年的时候踏入这个行业，为什么会踏入这个行业呢？我其实从我爸爸开始，他做于这个稻米品种的研究已经做了差不多30年了。小时候就不理解为什么奇怪，为什么我爸老是不在，然后回来是不是带一大堆米回来，所以我跟他关系很奇怪。他曾经说过，他为我做过最好的事就是让我很独立。但是当然，我稍微年纪大一点以后，稍微慢慢了解他在做什么。08年那个时候呢，东南亚除了经济危机以外，还有粮食危机。我爸那时候人在非洲，那08年我记得他回来，他跟我讲，他觉得有点累，他想稍微休息一下。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我就有一个很不甘心的想法，说我这30年来好像连一个爸爸都不在都没有。然后呢，今天我觉得这个30年的心血还没有达到一个真正发挥功效的一个地步，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在那个节骨眼放弃，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惜。所以那个时候呢，是处于一个不甘心的情况下进场。父亲的缺席，牺牲了珍贵的亲子时光。他常年在外，身心俱疲，因此萌起退休的打算。陈建元不希望父亲放弃多年努力，毅然加入水稻行业，与父亲并肩作战。入行10多年后，陈建元对这份工作有了新的领悟。就是50%、80%，对，这个付出是吧？淘汰率高，那么一直到踏入这个行业，才慢慢理解说为什么，当初30多年他可以这样子在外面没有回到家。真的，当我自己在外面跟农民沟通，自己在当地看到现场的情况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也是挺忘我的。我觉得现在比以前轻吧，也能够了解他的出发点。自己有了孩子以后，整个思维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就在问自己说，可不可以想象，可能现在我们一碗饭要5毛钱、1块钱，接下来的5年、10年，因为这个产业的落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可能接下来的10年呢，一碗饭要10块钱，要15块钱。那到时候，我的孩子还能不能像我们今天一样这样大口吃饭？进来这个产业，觉得要延续这个东西，要不然30年浪费了。那现在也觉得说要继续延续下去，因为毕竟我们贡献的下一个世代，我们的孩子会在那个世代里面，所以就是这样子就继续的做上去。2020年初，冠病疫情来袭，让人惶恐不安。阻断措施推行前，公众担心粮食供应短缺，纷纷涌入超市抢购米粮。前新加坡米入口商总会主席陈焕霖以行动化解公众疑虑。他在自己的脸书上上载了2张仓库囤粮的照片。当初我会放这张照片，是因为我看见国人紧张的情绪，更担心年长者因为买不到而感到担忧，所以决定告知国家有足够的囤粮。我放了脸书过后，看到情况也有了缓解，所以我也是感觉有一点欣慰。陈焕霖从事米粮入口生意已经15年了。他从世界各地入口大米，为国人供应充足的米粮。新加坡的米呢，其实是从很多国家进口的，比如说泰国、越南、印度、缅甸等等。我们进口米到新加坡呢，我们也是要有一定的regulation 要去follow。给每100吨的米呢，你需要囤积在政府账房呢，
大概是200吨。身为一个米的进口商啊，我觉得我的任务就是进口不同品质的米，从不同的国家到新加坡，而确保呢那个供应啊很顺，每次都会有一定的囤粮。入口大米是陈焕霖的家族生意，经营了3代。当初陈焕霖原本打算大学毕业后从事别的行业，然而2008年，父亲陈运明生了一场大病，焕霖决定加入家族生意，帮助父亲打理公司。我看到我父亲做生意真的很不容易，我那时候曾经有告诉他一句话：爸，你再等我多几个月，我要毕业了，我要出来帮你了。其实这个生意是很辛苦、不容易的。打理生意必然面对很多挑战，但是为了延续家族企业，陈焕霖坚持不懈。我父母亲给我的一条命，我是在这一世是无法报答的，所以我现在只是可以做我可以做的，帮忙我的和蔼可亲的父亲，希望他为这个家族生意感到骄傲，也为我可以做的事情感到光荣。我觉得很欣慰，有儿子肯来帮忙啊，因为假如没有啊，就是这个生意就不可以传承下去。冠病疫情使到我们认知，我们更要扩充我们的米的来源地，使到我们的供应会不断的来，不会被某个国家的情况受到影响。未雨绸缪，陈焕霖更加积极地寻找米粮的来源。来自印度的阿南就在这个时候捧着来自家乡的米找上陈焕霖。Hi, I'm Anand. I shifted to Singapore in 1997. My current company is doing IT consulting. I was born in India and grew up in India, in a place where Buddha stayed all his life. This place is called Siddharth Nagar. It was at one point a poorest region in India. It was very backward.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no roads, proper roads. And I've seen people like even dying because of they cannot afford to have medications. Children are not being educated. My father used to say that even animals can als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So if you want to be a better human, then you should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so that other people are also empowered. 父亲的教诲激励了安南，他想在新加坡推广家乡的稻米，帮助故乡的村民脱离贫困。I grew up eating a special rice. This rice is called Buddha rice locally. And the folklore says that Buddha grew up eating this rice. It has got a very special aroma. This rice is a special rice which is GI tagged. That means it can only be grown in 300 square kilometers in India, all over the world, for this authentic rice. People say that if you take this rice out of that particular area and grow it, it will lose its aroma. So I think Buddha rice time has come where people will come to know about this rice, which is like 3,000 years back rice. If I can, being sitting in Singapore, if I can market their products, which was my strength, we can change their lives in a better way, smarter way. 安南期盼用家乡的稻米来改善当地农民的生活，并计划捐献部分盈利，帮助家乡贫穷的孩子接受教育。全球人口增长，食物的需求量增大，各地需要以安全、可持续的方式生产更多的粮食。尹中朝博士是水稻抗病及品种改良的科学家，他研究如何提高水稻生产和改善品质。科研背后蕴含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童年往事。
我是出生在中国，中国的安徽省皖西一个山区，父母都是农民呐。童年我是挨过饿的。我们地方种的粮食有水稻、有小麦、有玉米五谷杂粮都有种，但产量都比较低，总产量不够于养活本地的人。我甚至捡过人家丢的这个西瓜什么吃，经常去扒人家的山芋吃。所以说，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了，不想在农村了，不想当农民了。但是最后阴阳差错，最后还是安徽大学录取了我，而且读的是生物系，还是没摆脱。我是出身农民的儿子，现在又做水稻的研究，所以说我不能说我是农夫或者是城市农夫，至少是继续从事这个水稻或者是农业方面的研究。因为挨过饿，体悟粮食的重要，尹博士科研最大的动力就是希望人人3餐温饱。在但比尼祖区的垂直农场，实验性地栽种了尹博士改良后的稻米品种。仅4个月就迎来了收成，让民众兴奋不已，期待自给自足的愿景早日实现。那么简单的问题呢，就是说靠这种种植是不能解决粮食，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就是说在有限的空间内也是可以种植主粮。但是如果要靠这个来解决新加坡的主粮，可能不是一个解决方法，因为在这些地方如果能种稻米的话，它可以种那种更优质的一些蔬菜，回报率会更高，因为蔬菜也是我们需求的嘛。尹博士和团队希望透过科技研发更优质的稻米，让世人丰衣足食。大巴窑这座祖屋的天台，有个年轻人栽种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稻米。他透过种稻，把稻米的原生种子保存下来。我是一个视觉艺术家，专门是做关于做比较多关于环境还是类似的一些作品。2019年的时候，我就在印尼的日惹那边做了一个艺术家驻村计划。那时候那里的政府就想管控所有的种子，想要农夫们种那些产量比较多的一些米，而这些米都是有基因改造的米。然后可能当地的农夫们很多时候都是在种当地的米或者是产量不多的品种，所以变成说可能政府就是想在这一方面去管控。他们要没收所有的农夫们的那些种子种子是属于农夫们的，已经数百年、数千年的一代传一代了嘛。如突然间他们想进来管控这个种子，对于这个农夫们的生活是很大的一个影响。这些种子到时候可能灭绝，很难讲的。他回到新加坡后，开始在祖屋天台栽种各国的稻米，保留原生种子，也跟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朋友推广这个保存原生种的计划。我就想说，我可以做一个 seed library 嘛，然后这个 seed library 就是只专门做关于稻米的，而且是原品种的，不是基因改造的这些稻米品种，因为这样子的话，也是一种保留种子的一种做法啦。于是朱浩培和新加坡美术馆合作举办展览，他把种业知识产权的讯息融入自己的艺术设计里，加强参观者对原生种的认识。他也鼓励更多人加入栽种稻米的行列，唯有持续栽种这些原生种，才能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从一颗种子到一碗米饭，是无数人艰辛耕耘和维护的成果。米饭的香气和给人带来的温饱感，也充实了他们的人生。下次，下次。身为米界的一份子，我感到自豪，我也很感恩有这个机会，能把这个米从国外运到仓库，从仓库送到家家户户，或者餐饮业，让国人享用。我感觉很有意义。
一个够不够？为什么不够？我们以前还有办一个活动，就是说我们会分那些秧苗，然后呢，我们就会跟家长跟那些小孩子讲说，如果你把它种起来了，你把它带回来，我帮你把它打成米，那你就可以吃。有一次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那个家长带着孩子回来，带了2把的稻穗，2把的稻穗呢打出来，就1个汤匙的米那么多，小孩子不小心撒了一地。那个整个荒的，就一颗一颗去捡起来，那我就觉得说，那就达到目的了嘛。经过几个月的亲手耕耘，收割的稻米煮成了白米饭，人人一口，同学们吃起来是不是特别甜，特别香？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的精神，此刻已经在学生的心中扎根。透过这种很简单的互动，你就发现说，其实有大大小小，慢慢来。毕竟这是一个一代传一代的东西，所以一点一滴的去改变，还是会有效应。